只是因为打了个波，这两人差点毁了地球。为了能够成功捕捉否定者崩坏，安迪唤醒了自己的第二人格维克多。结果崩坏被轻松搞定之后，维克多不愿意交换身体，无奈老沈只能赶紧摇人，把圆桌的另外7位全都叫了过来。老大乔伊斯让托普去保护疯子，自己留下来和安迪拼刺刀。维克多直接将自己的8根手指弹飞出去，分裂成8个自己，其中一个直冲疯子和老沈而来。好在托普及时赶到带走他们，维克多任由自己被射成筛子，然后迅速恢复，一脚踹向旁边的如意棒。如意棒向托普他们的方向倒下，好在老沈用语音控制让他迅速恢复成原本的大小。而一眨眼，托普已经将疯子和老沈带到了暂时安全的地方。老沈撅着屁股跪趴在地上，感觉自己生无可恋。托普似乎一跑就停不下来，一边跑一边跟疯子唠嗑，他也不知道老大会如何处置安迪。疯子实在放心不下安迪，就请求托普把他带回去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办法能让安迪恢复。老沈便将安迪额头上插那个卡片给了疯子，还送了他一把手枪让他自跑。疯子拿到卡片起身就跑，这个托普整不会了，这人要送死他拦都拦不住啊，只能自己追了上去，抱住疯子全速前进。两人甚至还有余力互相做个自我介绍。而维克托尼们的战斗愈发激烈，老三比利一边跑一边喊塔奇安娜救我。维克托的分身之一就在他身后，不过下一秒塔奇安娜就一拳把他打飞了。没想到维克托又在空中朝老六一心发射了布卫弹，只可惜老六拥有钢铁不坏之身，不仅把那些布卫弹全部弹射出去，还一把抓住了安迪。后面的小朋友立刻放出光线，安迪的分身就这么被烧成了灰，老六却还毫发无损。安迪的另一个分身一直在高处观察着战况，一一确定了这些否定者的能力。现在相当于每一个否定者都有一个维克托做对手。托普和疯子赶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混乱的画面，根本分不清究竟哪个是本尊。没想到疯子一眼就看出来，正是跟老大战斗的那家伙安迪就在那个维克托体内，因为只有他身上插着刀。疯子让托普将自己送到那个维克托身边，于是在维克托和老大短暂交手后，托普立刻抓住机会把疯子给抛了出去，其他分身瞬间消失。否敌者们也一脸懵逼的想看疯子接下来打算怎么操作，结果他就只是这么抱着，想用这种紧贴身体的方式引起巨大的不幸，然后趁维克托虚弱的时候把卡片插回他的脑子。可是因为疯子对维克托没有丝毫的好感度，他们等了一会儿也没见到什么不幸发生。不过如果是安迪出来的话，哪怕只有一瞬间也一定会引发巨大的不幸。刚刚一直没动弹的维克托听到疯子跟老子的对话，突然暴怒，凭什么他们都想让安迪回来，明明他才是本体。说着又将4根手指弹射出去变成分身，想直接刺死疯子。好在托普及时将那个分身踹飞，维克托又不死心的将双手手指全部弹飞出去。其他否定者也不是吃干饭的，立刻出手阻止他们。维克托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非要保护疯子，击败燃尽后，他们圆桌已经多出一个位置，疯子一死就能直接空出2个位置，到时候他会再替他们寻找更强大的否定者。但其他人都跟没听见似的，老大更是直接出手与另一个分身对战，又给其他人下令在保护疯子的同时将维克托的分身击退。疯子则一直抱着本体不撒手，不客气不停地呼唤着安迪的名字。维克托嫌烦，一根指头戳在他脸上，又被托普一脚踢开。但是托普的战斗能力并没有非常强，很快就被分身所伤。疯子越发急迫，必须赶紧把安迪叫回来。可他们俩满打满算才相处了1个月，他根本就不了解安迪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把他叫出来。他回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场景，然后掏出老沈给他那把手枪，就顶在了维克托脑门上，毫不犹豫开枪后，直接把手指头插进了伤口处，不顾鲜血狂喷到自己的脸上，大喊一声把安迪还给我，还给安迪加油鼓劲儿，你赶紧出来呀，你一出来碰一碰我，马上就能看到前所未见的最大不幸。被压制的安迪人格居然因为一句话就出来了，狂喷的鲜血几乎瞬间止住，维克托1万的头发也变成白色。现在操控这具身体的就是安迪，但他只能控制几秒，来不及多说，拉住疯子就亲了下去。本来觉得安迪好感度极高的疯子又经历了最亲密的接触，接下来前所未有的巨大不幸即将来临。疯子不舍得放开安迪，远离他，避免自己被受到波及，而安迪竟然还跟他预约了下一次。等所有人回避之后，维克托已经夺回了意识，但他可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跑。结果刚准备伸手，就发现自己的行为受限了。老沈独自伫立在高耸如云的如意棒上，他的能力是不真实，能够让进入视野中的对象采取与能力发动瞬间想做的相反的行动。现在维克托想跑也跑不了，紧接着漫天流星雨倾泻之下，维克托感慨已经好久没有败在人类手上了。下一秒就被流星雨吞噬，整个小镇几乎都被炸毁。
爆炸之后又是无尽的洪水，谁能想到这场灾难的源头只是一个吻呢？等灾难结束后，小镇已经彻底消亡，众人却不见疯子的身影，因为他正迅速地跑向安迪。可是洪水马上就要倒灌过来了，他就像完全察觉不到一样，径直跑到安迪身边为他插上卡片。突然一个大浪扑过来，将其淹没。再次苏醒的疯子是躺在病床上，旁边还有一只守护着他的安迪，已经彻底恢复了安迪的人格。在疯子昏迷期间，他看完了当初沉迷的那部少女漫，而疯子的第一反应是在训斥安迪，质问他为什么擅自跟老沈做出决定，什么也不跟自己说。如果当时原著的其他人没能及时赶到，或者大家没能阻止他，那他可就再也回不来了，疯子也会再次变成孤身一人。安迪温柔地摸了摸泪流满面疯子的头，告诉他自己在被维克多吞噬后唯一能听见的就是他的声音，是疯子唤醒了他，所以他非常感谢疯子。除了安迪以外，塔奇安娜和疯子救下几个小朋友也都过来探望他。塔奇安娜还给他留了一个小熊玩偶，那几个小朋友也会被照顾到18岁。疯子彻底放下心来，而安迪刚开始得意就浑身燃烧了起来，大概是刚刚和疯子接触产生的不幸。两人姗姗来迟出现在圆桌会议上，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莫世禄先宣布了这次进行的6道课题的结果。第一道课题捕捉UMA燃尽成功，报酬是追加第11人的机位。第二道课题捕捉UMA吞噬成功，报酬是否定者不燃所在的位置，不过他们已经抓到了燃尽，所以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第三道课题是讨伐 UMA 语汇成功，报酬是全世界语言统一。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说英语了，老沈给小木打了个电话确认一下，用中文对他说了一句：“我今天想吃你做的点心。”小木瞬间汗流浃背了：“大人你在说什么呀？大人！现在可以确定语言已经统一，只有他们这些否定者才不受影响。”紧接着莫世禄继续宣布第4道课题捕捉 UMA 往昔成功，报酬是告知古代遗物反逆者的位置。第5道课题是捕捉 UMA 崩坏成功，报酬是告知否定者不治的位置。疯子立刻激动了起来，只要能找到不治，说不定安迪就能实现心愿，当场去世了。可安迪却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。最后一道课题是捕捉否定者不可视，然而这道课题却失败了，前往调查不可视的人全都死了，而且所有人都被捆绑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失血身亡。通过已知的这些线索，安迪推测不可视已经被不治夺走了。圆桌没能在限定期限内完成6道课题，作为惩罚，莫世禄追加了 UMA 银河。说完后，他吐出了一团气体，这个否定者银河将以其真理为前提改变世界。安迪他们则被移动到澳大利亚，否定者银河将会在这里现身。眨眼间，整个宇宙都出现了异变，原本漆黑的天空突然亮起了一片银河。第8席尼克联系了在实验室工作的女儿，刚刚整个世界会增加新的真理，而这些真理对他们否定者无影响，普通人却会在一瞬间理所当然的知道。所以尼克让女儿和他的同事们把现存的知识全都告诉他。确认完后，尼克又将真理告诉了同伴们。银河是像地球这样星球的集合体。简单来说，因为这次的惩罚直接冒出了一堆像地球一样的星球。伴随着这个改变，还产生了与星体相关的神话和星系等系统，出现了名为外星人的外星生命体概念。地球现在正在遭受外星人的侵略。刚说完，众人就看到一架炫酷的宇宙飞船从上空掠过。这是母星资源快要枯竭，所以去掠夺其他星球资源的外星种族。现在他们看上了地球。老大乔伊斯直接作为人类代表走了上去，领头的外星人还大言不惭地说，只要他们不抵抗侵略，就可以不杀他们，把他们当成劳动力加以利用，但要是抵抗了，就把他们全部消灭。乔伊斯直接回答，两者我都拒绝。于是外星人让他们见识了一下他们的实力，一抬手就炸出一朵蘑菇云。看来这个星球的文明发展远超地球。即便如此，乔伊斯他们也丝毫不怯，老大更是摘下头盔露出了真言，没想到是个漂亮姐姐。他只是发动了自己的能力不正义，外星舰队就开始自相残杀起来。外星首领眼睁睁看着敌人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他们几乎全军覆没，乔伊斯却转身看向了安迪和疯子，告诉他们这就是失败的惩罚。虽然这次靠他的能力顺利回避了，但如果他没来的话，也就有可能就此陷入死局。而这是第99次惩罚，他们已经不能再接受更多的惩罚了。安迪问他们为什么，乔伊斯告诉他，当初他们发现莫修路的时候，同时找到了一块石板，石板上有101个空洞，每接受一次惩罚，洞就会被填补上一个，距离100只剩下1个空洞了。在那之后，等待他们的就是最终惩罚——诸神的黄昏。如果要守护这个地球，必须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，所以他们必须不停地接受并完成课题。而莫修路出现，必须要等所有成员全部集齐。
现在圆桌多出了一个席位，当务之急是先把那个席位补上，不然3个月之后凑不够10亿人，他们连课题都没法挑战，只能直接接受惩罚。乔伊斯说完之后，刚刚那个外星人手里竟然又爬了起来，看来他的正义也不过如此。乔斯便让他去告诉整个宇宙，不准对这个星球出手。今天是人类首度与外星生命接触，不过在此次接触结束后，地球就再没有发生过任何接触事件。乔伊斯也开始安排课题，他们已经得知了不然和不治的位置，大家都认为应该邀请不治加入第11系，而不治的能力大概是所有攻击都会构成致命伤，那安迪就是最佳人选。乔伊斯还为他们安排了帮手塔切纳和疯子，接下来他们将前往不治所在的里约热内卢。